放肆！我是伯父二小姐，你们竟敢对我如此无礼！你爹你娘都死了这么多年，在府上连我们这些下人都不如，还没当自己是二小姐呢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两个废物，连个弱女子都抓不住。小媛，我可是你堂妹啊，你为何如此对我？堂妹，就你也配呀？如今这伯府是我爹在当家，你呀，不过是伯府的一条狗。把他衣服给我撕了！不要！不要！啊！住手！二叔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哎，渊儿，你也太胡闹了！伤了张兆雪，她还如何替你嫁去锦阳世子府做妾呢？县令定的明明是墙边，为何让我去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贤弟只是说江家女儿，又没指明到底是哪一个，让你去又如何？听说这景阳侯世子身高5尺，肥头大，猥琐至极，而且啊，喜欢虐待下人。雪妹妹，你就替我嫁过去，好好享福吧。爹爹，谋划多年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真晦气！把这灵堂撤了，还有这牌匾也给我砸了！不要！我江伯康，你为了爵位，串通外人谋害你大哥，你不得好死！你谋害？哼！大嫂，大哥是病死的，你可不要冤枉本伯爷呀！既然我继承了大哥的爵位，自然也会像大哥一样照顾好寡嫂。你无耻！放开！哎呀！你个贱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本伯爷看上你，那是你的荣幸。不知好歹的贱人，真晦气！哼！爹娘，女儿一定会成为一品女官，拿回属于我们伯父的一切，让加害我们的人血债血偿。虽然要谋划替嫁，但我也要尽力保全自己。来了。你是谁？有资格！说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可以把你嘴里的布条拿开，但你最好老实，否则取你性命就在顷刻时间。明白了？你放过我吧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乔装打扮到世子府，到底什么目的？大侠，有话好好说。我叫江正雪，我是今天嫁过来给世子当妾的。我不认识他，我跟他都还没有见过面，我是不会阻碍你杀他的。妾，好像确实有这么回事。我听说那个顾云寒蒜头鼻、招风耳，还满脸的麻子，我嫁给他已经够惨了，还碰到你。外面就这么说我，说顾云寒的吗？比这更难听了。你受伤了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要不我帮你上药吧？你确定？你怎么伤在那儿了？那个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还是自己上药吧。不是说要给我上药吗？怎么刚松绑就要跑啊？不想死就好好上药。
你怎么随身带药？我爹娘死得早，我在江府又不受待见，经常受伤，所以就常备着点。那顾映寒臭名昭著，你嫁过来肯定遭罪。为何要嫁？因为我要得到内廷阁大选举荐书。对不起，我今年好了。那个，我好歹救了你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等我拿到举荐书再赏顾映寒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你也要帮我做一件事。这内廷阁大考马上就要开始，我连世子的面都还没见到，这要如何获得举荐书？元娘，元娘，这是世子给你的举荐书。世子还说他最近身体不适，不与姨娘相见，让姨娘照顾好身体。还真的是举荐书。世子，确实如你所说，昨天晚上追杀你的是绝王。那太后那边怎么样？太后外甥身体抱恙，绝王每夜都在回寝。那个老狐狸啊，世子，世子您在吗？怎么了？啊，妾身炖了鸡汤，想来感谢您给我举荐书。啊，没关系，鸡汤不需要，我鸡汤过敏。啊？姨娘不必如此，举手之劳罢了。哦，那世子殿下，我把鸡汤给您放门口了，您记得喝。还有，世子殿下，最近您记得小心出行，注意安全啊。哦，对了，姨娘，内廷阁选举年丑无颜者不得入内，所以考核那天，姨娘一定要好好打扮打扮。多谢世子殿下提醒。鸡汤过敏。对不起，世子，我实在没有找到其他的理由。不过这个江姨娘好像还挺关心世子你。关心？她是别有目的的关心。你是说内廷阁选举大会？那可是全天下女性的权力中枢啊！被选中者全都是百里无一，难度不下于科举啊！江姨娘在家里也不受重视，还没有名师指导，她能行吗？那就看她自己本事了。这不是连安伯府的小姐江渊吗？我听说这次的出题官正是她舅父呢。江渊小姐来的这么早啊？林安波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您就放心考试吧。有劳您了。大小姐，你怎么一个人来了？对啊，你们府中不还有一位二小姐吗？她不过是我们家的一个下人，大字不识一个，有什么资格来吧？燕姐姐，燕姐姐，这贱婢怎么来了？举荐书？你怎么会有举荐书的？每家官府人家都有一位女子名额来参加内阁大选考试，我是世子妾室，为何不能参加？我倒是忘了，你嫁的那个丑男人是世子，但是内廷考试的难度人人皆知，你大字不识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回去照顾你的男人吧。江月，你竟然毁坏官物！哎，我可没有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我们可什么都没看到。江昭雪，我劝你啊，好自为之。哎，这位夫人，离会考还有不到1刻钟，你若不能及时拿出举荐书的话，就无法进入考场，那么我就要取消你的考试资格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那份呢是我无聊的时候画着玩的，这份才是真的举荐书。诸位考生，今日会考第一关，每人从此抽出一个考题，并以考题作为诗言，作诗一首，题面公正者即可过关。开始吧。
竟以国号为体，得小心应对才是。果然与先前拿到的一样。时辰已到，考试结束，考生退场。有些人啊，偏要往上流社会虚迹，却掩盖不住上了这笔穷心了。是啊是啊，隔着这么远啊，都很稳的。那总比某些胸无点墨还想使手段进内廷阁的人好多。你说谁胸无点墨呢？这钱，你听得懂胸无点墨？说谁呢？你说什么呢？你什么东西啊？放开我！我不搭理你，你还起劲了是不是？江兆雪，你放开月姐姐！刚才江渊欺辱我的时候不见你仗义解人，现在出来当什么傻？滚！陛下驾到！这刺客怎么会和陛下在一起？难道说刺杀顾应寒的人是陛下？龙天化日之下，大可为秀大胆出手，成何体统？陛下明察，是江兆雪这个疯妇突然冲出来殴打民女，请陛下替民女做主。是啊是啊，月姐姐是无辜的。江兆雪，你可有要分辨的？没有，民女认罪。根据大业律法，闹事斗殴者该当何罪啊？根据大业律法第120-37条，以手足殴人未成伤者罚10金，以物殴人成伤者施30。没想到你这律法背的都是熟啊！民女一出考场，便被江渊几人拦住围堵，用言语羞辱，以书殴打。臣女气不过才动的手，所以臣女甘愿领罚。但江渊也犯了错，是不是理应一视同仁？凭什么？我不过就是骂了他几句，大不了也罚我10金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以为大业律法是你想改就改的吗？不过根据律法，江兆雪确实未成伤，你们2人各罚10金好了。江兆雪，你有10金。谢谢。记得还。爹，元儿回来了，哈哈哈哈！考得如何呀？爹，多亏了你帮我找的这些举子啊，写了不下10首带月字的诗，我背得很熟，一定可以中榜的。好，好。爹听说江兆雪也参考了，放心吧，爹，他呀，我自有妙计对付。那就好。哼，一个小贱蹄子还敢妄想入阁，错梦！就要那怎么样？都是些死尸罢了，一被抓到就吞药自尽，手脚还算干净利，罚不到。还真是小瞧他，还养了死士。他做的那些事，东人府的军阀还可以轮不起手。太后那儿呢？太后那没有亲自知道，他的心里只有这人和这里真实。太后娘娘驾到！臣参见太后。儿臣参见母后。不必拘礼，温念。谢太后。景阳王世子也在啊！哀家听闻近日京中官府作乱，世子还是不要随便走动，保全自己。太后说笑了，若京中真有作乱，臣定会第一个辅佐陛下铲除祸患。世子还真是披肝沥胆、诛心奉果呢。太后谬赞，此乃臣的职责所在。来人！陛下身体有恙，还忧思过虑，伤及自身，倒是连累哀家
日日想着给陛下送药呢。喝了吧，你要不喝的话，怎么能够保全自身，君临天下呢？儿臣谢光顾。好了，陛下和世子手谈，我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。臣恭送太后。恭送太后。摆驾回宫。儿臣恭送皇。这一日一日的毒药，朕要喝到什么时候才算完？你该已经是实现了吧？陛下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当敌人彻底露出破绽时，便会一击必。陛下，你输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到底要不要说呢？我和顾影寒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，若皇上真想杀死他，我不是也必死无疑了吗？世子，世子您在吗？谁？世子，妾身有事想和您商榷。我身体不适，不方便见姨娘。姨娘有话的话，还是等我身体好了再说吧。世子，不行啊！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这关乎于整个景阳侯府的生死存亡啊！姨娘关心本世子，本世子十分感动，但是眼下实在是不方便，姨娘还是请回吧。不管了，就算被责罚，也好过死在皇上刀下好。世子。世子，世子，哎，你别过来，我没穿衣服。光天化日，赤身裸体，看来传闻不假。这顾影寒果然是变态。世子，您先赶紧把衣服穿上吧，我真的有要事要和您商议。世子，您穿上了吗？我真的是有要事要和您商议，我进来了。哎，世子。世子，你躲什么呀？世子，我知道您面貌丑陋，您不想见人，可是我真的是有事要和您商量了。世子，好了，就在这说吧。世子，若陛下最近召见您，您可千万得小心啊。这是何意啊？我入府那晚，在府上看见一个刺客，然后我在内廷阁大选当日看见那个刺客竟然和皇上同行，所以这其中厉害，想必世子您应该清楚了吧？那个妾身话已经带到了，就先行告退了。饮水思源，有危险还知道提醒我，不错嘛。渊姐姐素有才名，必能高中。那当然了，我们还等着为渊姐姐庆贺呢。谢谢。哟，你也来听吧，真是不自量。你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渊姐姐什么才艺啊？你也配跟她相提并论？看来你胸有成竹啊，不如咱们赌一把。好啊，赌谁？就赌谁的名次高，输的人挑练用。渊姐姐，要赌这么大吗？放心，我肯定。怎么，你不敢了吗？既然你嫌天太热，请下壶凉快凉快，我当然要成全你了。好，诸位都听见了，请大家为我们做个见证。如果有人输了不认账，就请大家一起把他扔进湖里。好。三皇子到。快看，是三皇子。哎，你挡着我了，我都看不到了，真的是。如果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说不定我还能放给你。好吵啊，好像有什么虫子在我耳边叫。一甲中榜者江源、陆流英、文书和。我是一甲，恭喜恭喜！谢谢。雪妹妹，这个榜上好像没有你的名字呀，你输了。把它扔进湖里，把它扔进烈焰湖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臣女有异议。我说，臣女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，不可能榜上无名，所以臣女要求
重查考卷。哎，我认得你，江兆雪，世子辛纳的小妾。我说，就算你有世子在你背后撑腰，你也不能做出如此轻慢大唐的决定。本朝大选已有100余年，敢交白卷的，你是头一个呀！当真是可恶！江兆雪，就算你知道自己会输，你也好歹随便编几句啊！竟然交白卷，真是笑死我了！你呀，若非世子家眷，此等无视朝廷、藐视律法的行为，早就该下狱了，还敢在这里要求查验，哼，简直可笑！我是一甲，而你落榜了，怨你。大家说，是不是应该把它扔进去？谁说我交的是白卷？谁说我交的是白卷？莫非你还要抵赖不？请天三殿下容许臣女证明。好，那本宫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话。傅大人，辛苦您帮我们这。这不可能啊！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今日是开榜的好日子，朕也来凑凑热闹，顺便宣布一件事情：景阳侯世子顾应寒常年离京，如今终于回京，朕封他为册封使，为今日入选女官册封，以后代掌部分内廷阁事宜。陛下，以往此事都是我协助母后处理。景阳世子刚刚回京，恐怕还需要些时日熟悉的，不如用不着。臣已提前了解了朝中官员的资料，包括三王爷的死密。好，来人，把诗给朕瞧瞧。大哉王道圣，邺城新历难，万年朝政改，年岁又更端。好诗，好诗啊！此乃榜首之才啊！只是臣女因小人陷害，得以榜上无名，还请陛下替臣女做主。如此才华，竟不能为朝廷所用，真是可惜。朕便亲封你为今日榜首，位于一甲之上。这不公平！你是在质疑朕的判断？臣女不敢。留香墨，好东西啊！用此墨写字，不出半个时辰，字迹全无，徒留馨香。此物与黄金同价。傅大人，你不过五品官，怎么也用得起如此贵重的物品？是的，臣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大选乃是胡明之，若不是你故意陷害江兆雪，又怎么会知道留白卷的是何人？留香墨虽然神奇，却自有一股兰草芳香，知晓者很容易察觉。破解此法也很简单，在其中加些女子的口纸，再用火一烘，字迹便会显现出来。傅大人，还需要我过多解释吗？傅大人，还需要我过多解释吗？你身为朝廷命官，蓄意陷害选举规格，妨碍考核公正。来人，拿下！臣冤枉啊！皇上饶命啊！堂姐，是你输了，愿赌服输。你胡说！来人，丢下去！皇上，皇上，行了。陛下，此诗大逆不道，我建议将写此诗之人拿下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大哉王道圣，邺城新历难，万年朝政改，年岁略多。这不就是暗讽朝政积弊、鼓动谋反之意？笑话！难道三王爷平时看书只看表意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正所谓王朝之积弊如久病之躯，陛下革新除旧，重农桑，定严政，天下百姓无不欢之鼓舞。即便因此让一些官僚世家利益受损，处处打压，但是陛下仍排除万难为民谋福，臣女深感敬佩。正如此诗，臣女心意犹如此诗首字，大业万年，正是此意。不错，不错，正因如此，朕才封你为今日榜首。如此一来，实至名归呀！谢陛下。
我是豺狼虎豹吗？跑什么呀？你真的是景阳世子殿下？怎么没有传闻中如此不堪的相貌，让姨娘失望了？我那日我说那些话，还有贴那个大痦子，都是情势所迫，还请世子殿下不要怪罪。此事可以不提，不过按照约定，你答应我的事是否可以兑现了？什么答应？怎么，你想赖账啊？不敢。行了，逗你的。你对太后有所了解吗？绝王生母，略有耳闻。先皇早逝，如今后宫有太后一人掌。前朝也培养了不少御，他甚至有心扶绝王上位，颠覆朝局。陛下有意查明此事，你和我说这些，就不怕我告诉别人吗？如果你将此事告诉于别人，就当我顾影寒瞎了眼。更何况，你不想报仇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张伯康害死你爹娘，你一心登榜入阁，成为一品官令，不就是为了报仇雪恨吗？他是何时洞察我计划的？你去内廷为我策应，内廷风吹草动，我替你撑腰。你去如此相互帮助，不比你一人在内廷步步艰险容易许多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就是今年的榜首江兆雪吧？是，你那首诗写的真好。姑娘过奖。我叫陆流萤，我爹是京兆尹，你叫我流萤就好啦。今后咱们就是同僚啦。对了，一会儿长史大人应该会过来给我们分派去处，我好想和你在一块儿呀。江兆雪，别以为有世子给你撑腰，你就可以得意了。等进了内廷之后，就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听闻上次堂姐和我打赌用赖账不肯跳湖的事情，已经成为满皇城人的笑柄了。我要是你啊，我就挖个坑就躲起来，不见人。你给我闭嘴！再胡说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做的，别人说不得呀。再说了，这件事情已经满皇城的人都知道了，难道你要一个一个去威胁不成？你哪来的疯狗乱咬人？太后驾到，谁敢在此放肆？今年魁首果然不同非凡。丑女粗鄙，幸得皇上赏识，田居魁首，担不起太后如此夸奖。哀家不管你们身后站的是什么世家，还是什么贵人，在这庭内都要守规矩，以后在这宫中都要谨言慎行，不能有半分的差池。是。奉太后懿旨，依甲3位闺秀入阁，册封正6品长史，其余6人为7品长史，都分入上仪局。臣领旨，谢太后。刘长公，这些新人阁的官女都交到你手里了，你要认真的替哀家管好他们，好好的教他们规矩。臣已领命。特别是这一点，陛下钦点景阳王府公子的妾室，好好找。是。得罪了太后，你完了。上仪局主管祭祀典籍、经籍笔墨，有时需要教导皇子公主礼仪事务，但我朝至今尚未有皇子公主降世，因而此项暂时按下不表。诸位先随我去熟悉熟悉。哦，江长史便不用同去了，大殿的地有点脏，劳烦江长史打扫一下吧。不行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要不你同他一起扫地也可以。陆长史不过是心直口快罢了，这地我一人扫便是。哼！啊！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啊？这是我的房间，我为何要敲门啊？你之前不是都睡书房的吗？本世子想通了，有美妾在身，为何要抱一堆冷冰冰的书睡觉呀？你肩膀怎么了？没事。有人为难你啊？没有。世子，你了解太后吗？你可以跟我讲讲太后的事情。我整理了一些太后的信息，一会儿让未央给你送来。
看来太后想给你下马威啊。没有，太后也只能指使下人对我使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手段，我才不怕她。对对对，你最厉害。你赶紧让未央把东西给我送过来。你倒是敢指使我了呀！这越来越有世子府女主人的架势了。主人。快点儿！就是。有完没完？怎么啦？打扫大殿本就是你的分内之责，你若是不满，大可去向柳长史告状。就是啊，连扫地这样的小事儿你都做不好，还好意思在这儿大吼大叫？哎，你们可别这样说，人家世子的小妾，那身娇肉贵的，怎么能干得了这种粗活？身娇肉贵的，怎么能干得了这种？让你嚼舌根，让你嗑瓜子，来，今天就让你嗑个够。干什么？你们合起伙来欺负人是不是？内廷重地，谁允许你们在这儿胡闹？长史大人，是江昭雪先动手的。江昭雪，别以为你是魁首就可以目无法纪，竟敢殴打同僚！现在就去门外跪上2个时辰，好好反省。世事如何，长史大人也该容我分辨2句吧？难道听别人的一面之词就妄下定论？本官亲眼所见，还须有何可分辨的？你是自己去，还是让人押你去？长史大人，雪儿好歹是世子的人，您这样体罚，只怕世子面上无光。一个不入流的妾室罢了，遇上年节盛典，都没资格与世子一同前去。世子会在意他？谁说他没资格？见过世子。没事吧？半月后是太后的春花宴，我刚刚散牙，特地来问问你有没有兴趣与我同去。世子，太后娘娘的宴会如此重要，你怎可携带一个妾室去？本世子的事，也轮得到你来智慧。那日的春花宴，上一局所有女官都需协办，江长史只怕会更忙，不得空陪伴在世子左右呢。既然如此的话，那我也不去了。我家雪儿看着气色不好，怕是病了吧？我要带她回府看大夫。柳长史，没意见吧？没意见。江长史身体要紧。走吧。这太后可真是厉害啊！这朝中的官员竟有一半都是她当的，怪不得皇帝要推行新政。朝廷和内廷阁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若非如此，太后和陛下怎会争内廷阁呢？吃菜吧。这些竟然都是我爱吃的菜，殿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嘴上虽不说，但你每日就吃这几道，谁猜不出来啊？别谢我，要谢厨子去。我说的是春花宴，殿下，你明明知道像此类宫宴，女官都要协办，可是你却说带我去看看，你是想在江渊和柳长史面前替我解围吧？你是世子府的人，他们也敢欺负你，揣那么多心思，你不累啊？跟仇恨相比，这些算得了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你生辰什么时候？自从我定然过世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过过生辰。为什么不能过？别说年年过，就算日日过，本世子也过得起。这哪能日日过？那岂不是我过一日就要老1岁？我才不要！这水这么烫，怎么喝啊？小姐饶命！小姐饶命！这又是怎么了？爹，这又是哪个不长眼的人？你生气啦？都怪江昭雪那个贱人，仗着有世子撑腰，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，还打我。不过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罢了。世子见她新鲜，难免宠幸，等玩腻了，自然会一脚踢开。你又何必生这个气呢？早知世子并非传闻中那样，那还不如女儿自己嫁过去算了。陈言，景阳世子和陛下那是自有的交情。眼下太后娘娘和陛下分庭抗礼，势同水火。我们临安伯府依靠的可是太后娘娘。你若嫁去世子府，
太后娘娘有机会上榜更秀。可是女儿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你呀，就是性子太急。你想想，他现在在内廷阁，我们想要对付他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爹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想法？借太后娘娘之手，借力讨力。把这个花搬那边去，你一会儿把那个花放到下面来啊。幸好我们上一局只负责宫殿的摆设，不然啊，就是累死也忙不过来。这个往那边搬，那个小心点放，轻一点，千万别磕着碰着了，听见没？哎呀，好，江兆雪，你是不是找死啊？我的玉簪粉新买的，确实可惜了。我听说这玉簪粉呀，是如今最抢手的香粉。你别说，这味儿还挺好闻的。站住，给我道歉！你自己杵在这里，什么事也不干，你白白折了我一盒香粉，你还好意思让我跟你道歉？你颠倒黑白？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闹什么？闹什么？太后娘娘的春花宴，你们有几条命敢在这里闹事？江兆雪，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负责的区域花都还没摆好，你还有时间在这儿？赶紧给我过来！是。和你啊，哎，这块就交给你负责了。每一盆花的位置都要严格查验，断不可有任何差池，明白了吗？是。等会儿江兆雪走了，你就把这花放到那些杜鹃中间，做的隐蔽些，别让人发现了。事成之后，银子少不了你。是，只是不可以这花藏在那，让你做你就做，你哪那么多废话？你别忘了，你娘和你弟弟都还在我爹的手里。你若是走漏了风声，你就等着给他们收尸吧。太后娘娘的和合庇佑，这些花都开得艳丽了不少。不愁你嘴舌，今年的杜鹃确实不错，内廷阁有心啊。内廷阁知道太后娘娘素来喜爱杜鹃，自然都用心培植，也好讨您欢心。哎，太后娘娘，这怎么了？大事不好，谁把报春花放在这里了？太后娘娘对这花过敏。什么？快传太医！太后娘娘，这片区域是长史江兆雪负责的。法人，给我快带进来！大胆贱婢，竟敢谋害哀家！臣女不敢，还请太后娘娘明察。铁证如山，你还敢狡辩？太后容禀，臣女和太后娘娘一样，都对报春花过敏，往日对她更是避之不及，又怎么会拿她害人呢？为了预防过敏，臣女还特地备了药，太后服下就没事了。哀家凭什么信你？如此，太后可以相信了吧？虽然非你所为，但你也难逃失察之罪。见皇上。参见太后。母后此言差一点，江长史这是旧人，该赏不该罚。地上娘，哀家还没有赦免江长史，世子倒是替哀家拿了主意。刚才皇上已经明言，江长史有功，臣谨遵圣谕。太后息怒，臣女确有失察之罪，所以臣女愿将功补过，找出谋害太后之人。哦，是吗？若真如此，哀家自当如陛下所言，赏你。臣女细细查探过，此花上有一股不属于报春花的香粉气息，是一种名为玉簪粉的香粉，想必是谋害之人所用香粉，不经意间沾染在了这盆报春花上，才会如此。
玉簪粉香气清幽，只要沾上便数日不散。臣女在宴会前不小心把玉簪粉洒在了江长史的身上，江长史，您不解释解释呢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。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宫中常年圈养猎犬，只要让猎犬闻一下气味，就能找到气味相同的人。只是啊，这猎犬性子烈，万一伤到谁就不好说了呀。来人，把猎犬牵上来。等等，皇上，方才他撞到了我，定是那时他沾染了我身上的香粉，请皇上明察。你倒是说说，你为何要谋害哀家呀？都是奴婢死糊涂，请吃太后饶命。好，大胆奴才，给我拖出去乱棍打死！陛下，一个小小宫女，若无人指使，怎会胆敢做出这逆天之事？母后御下有方，整个后宫内廷都在母后的掌控之中，儿臣怎敢质疑？好，答得好。母后留步。母后刚刚不是说要奖赏有功之人吗？母后金口玉言，不能失信。长史江兆雪，即日起升正五品。谢太后恩典。江长史既然懂药理，今后就去上药局当差了。谢陛下。自入冬后，母后身体一直不好，还操心什么春花宴呀？唉，可能让那些蠢蠢欲动的人知道，后庭还是在哀家的掌控之中。竟敢借机谋害我，实在该死！那临安伯府的江渊想借我一手除掉江兆雪，结果弄巧成拙了，蠢是蠢了点，但胜在手段够狠，有可能可以成为我们手中的一把利剑。江兆雪，今年选秀的第一人。是的，但是他也是顾应寒的人。这种人才如果不能为我所用，闭嘴。吾儿素来与我心意相通。快点装。当当！哇，我最爱吃的什锦暖锅，喜欢就多吃呀。吃吧。是我喜欢的那个味道。好吃就多吃点。我之前特别爱吃南街那家小夫妻开的什锦暖锅，之前每次出府，我都会缠着我娘带我去。后来家里出了变故，那家什锦暖锅也关张了。这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吃了。世子，你是怎么找的？他们离京返乡是因为妻子怀了孕，我前人找到了他们，买了他们什锦暖锅的食谱，现在整个世子府的厨师都会做，以后想吃啊就随便吩咐。世子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口味的什锦暖锅？本世子耳聪目明，连太后的资料都能给你找到，更何况你的爱好。是，要不是世子告诉我太后对爆春花过敏，我估计春花宴上还得涂成波折呢。你倒是聪明的很，能想到香粉这个事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江源会怎么做，但是我总觉得他有小心思，所以把线索留在他身上是最安全的。是，我夫人最厉害了。我只不过是个妾室，什么夫人？太后早就视你我为同党了，以后啊大可拿出景阳世子妃的架势。内廷阁那些小人该罚就罚，捅破了天，我替你都成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也就是我在外面可以是魅惑妖妃的形象，对着他们就是贱婢，拖下去斩了。那我岂不是被你拿捏得死死的纨绔子弟啊？那自然需要你的配合啊。怎么了？世子，我吃饱了，你先去吃点。见鬼了，怎么心跳的这么快？臣女江渊参见太后。来，快坐到哀家的身边。
你爹真是好福气，你这丫头愈发的出挑了。谢太后娘娘夸奖。哎，在哀家面前不必如此拘礼。你爹可给你定下婚事了？未曾。哀家的三皇子觉儿，容貌出众，性情温和，倒是与你相配。太后，哎，只不过现在朝局不稳，他又一心忙于朝政，无暇顾及儿女私情。哀家倒是中意你，但是也要看看你有没有替父分忧的本事，这样哀家才能跟觉儿开口啊。你曾明白哀家的意思？咱们上药局的情况大体就是这些。您若还有什么想知道的，尽管问下官便是。每日宫中的药膳也是上药局负责吗？是，这些药膳都是太医院所开，我们只是按方子抓药煎好，交给工人便是。小儿，刘莹，快，我给你准备的桂花糕，快尝尝，怎么样？好吃，还是雪儿做的糕点最好吃。前几日江渊还同我们吹嘘呢，说他奉旨入宫吃到了极好吃的糕点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肯定没有雪儿做的桂花糕好吃。江渊他入宫了，什么时候啊？就差不多3、5月前吧。你知道他是因为何事入宫的吗？也有人问过他，但是他就是不肯说。看来太后找到了一把好刀，要动手。正所谓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贵人们的用时一定要格外讲究。方美人是阳虚体质，炖汤时需加入当归、生姜，切忌小火慢炖。是。新才人呢是阴虚体质，炖汤要加入菊花。烹饪时间不够，再拿回去加工一下。是。切记，太医院给的用料和烹饪技巧，我们一定要严格实行。哪怕是品级不高的贵人，我们也不能应付差事。是。去吧。江长公，陛下传召，请即刻随咱家入宫一趟。这点时间。公公，宫里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此番入宫，长公可得小心一点。参见陛下，参见太后。大胆贱婢，竟敢谋害皇嗣！陛下圣明，臣女就算有1万个胆子，也不敢做出如此杀头的大罪啊！宫中的药膳是你负责的，没错。今日一早，贤妃服用了你烹制的药膳，没多久就见红小产，你还有什么可分辨的？贤妃娘娘怀孕了，太医院从未告知上药宫此事，贤妃的膳食也从未做过调整，臣女都不知道此事，怎么会谋害贤妃呢？贤妃娘娘虽身怀有孕，但从前的药膳方子与身孕并无冲突，因而大太监府仍沿用前方。只是不知为何，今日的药膳多了一味马齿碱。此药虽清热解毒，有散瘀消肿之效，却会使早孕者滑产流胎。江长公曾执掌药膳法，不会不知此事吧？陛下圣明，臣女冤枉，还请陛下明察。江昭雪，你不要以为陛下仁慈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如此下去，不知还能生出多少事端来。那以母后意思，您想如何处置呢？谋害皇嗣，罪大恶极，当斩！现在事情还未有定论，太后就下令斩杀，未免也太草率了吧？顾应寒，身为世子，你竟敢擅闯后宫！太后有失公允，臣会协助皇上查明此案。哼，公允能够坐稳江山吗？不靠公允，靠任人唯亲，偏帮藏私吗？大胆！顾应寒，你竟敢连本宫你也要顶撞！母后，是朕召简阳世子入宫协查此案的。怕不怕？不怕。臣奉皇上之命，调查贤妃娘娘谋害一案。江长史上任之后，就轮番安排宫女看守后厨。案发当时，就是此2人当值。说，今早你们的后厨看到什么了？陛下恕罪，我们真的没想到他竟敢谋害皇嗣。什么？还不把江阳给朕叫过来！陛下饶命！陛下，
偿命，臣女是冤枉的。大胆江渊，有人目睹你进入后厨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不可能，那个时候后厨不可能有人。看来你对我们上药局还真的是了如指掌啊！就是为了防止你这种包藏祸心的小人，所以我才安排女官轮番值守，明白吗？江昭雪，你诬陷我！江渊，你还不老实交代，为何要谋害贤妃腹中之子？究竟背后有无人指使？皇上明察，臣女是冤枉的。是他们诬陷我。我们说的都是实话，陛下明鉴。是啊，臣女记得他下药之后就把瓶子揣到怀里了。陛下不如现在命人搜身，说不定还在里面。你胡说八道！那不妨让人搜一搜。陛下，还是让哀家的人来动手吧。大庭广众之下，陛下没有异议。臣无异议。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碰我！我是女官，你不要碰我！是这个吗？是，虽然药材已经没有了，但其中还残留着马齿碱的气味。江渊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吗？太后娘娘，你救我！我可是因为你的罪大恶极，死不足惜。皇上觉得呢？是。好精彩的一出戏！凌安伯之女谋害皇嗣，证据确凿，已被公归正法。江长史，你协查此案有功，朕今天封你为上公爵公御。多谢陛下。快先起吧。谢陛下。两城等着快些。是。看什么呢？我在替陛下惋惜他的孩子。你说，如果目击证人告诉我，我是不是就能保住贤妃的第一个胎儿了？说到底，还是我监管不力。这世道，人人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宫中更是如此。这件事与你无关，不要多想了。可那是陛下的第一个孩子。太后掌管后宫多年，不会允许陛下的孩子的，哪怕贤妃是她的表侄女，更是如此。陛下真可怜，身边全是太后的眼线。所以，即便失去这个孩子，对陛下而言未必是件坏事。不过，没看出来你这么喜欢孩子呀？要不咱们生一个？你入府这么多日，我们还没圆房呢，这也太不像话了吧？什么圆房？我们不是盟友吗？你把我当盟友？不然呢？好。淡定，淡定，不能被美色所迷惑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复仇大计。渊儿，我的好女儿啊！大人那边不要不舍得我，爹会经常伤害你的。渊儿，你放心，爹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老爷，江正学他来了。他来做什么？害死我女儿不够，难道还想来害死我？不过二叔，我看你之前也没这么怕。我江伯康怕不怕死，与你何干？我临安伯府不欢迎你。来人，将这贱人给我抓出去！看谁敢！我是陛下亲封的上宫局3品整人，你们敢动我，就是谋杀官差。废物！二叔何必动怒？我今日前来，不过高低想给堂姐上炷香。您身为临安伯，不会连这点气度都没有吧？若是别人前来凭吊，我江伯康自然欢迎，但你不配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的冤儿怎么会惨死？你还有脸来上香？二叔，江烟怎么死，我们心里不清楚。要不要我把当日你是如何把江烟拖出来顶罪的事情写成评书，让全天下的人都评评理？你敢？看我敢不敢！
二叔你应该最清楚。相信吧，很早。哎呀，这间灵堂当年我爹死的时候也用过。你爹有那间灵堂，与我何干？怎么会没有关系？我记得当年啊，我爹死的时候，你也是站在这里之上。不过当时我哭得可假。你若是想上香，赶紧上；若不想上，赶紧滚！二叔您还记得吗？当年我娘也是在这间里。天道好轮回啊！现在你却在这间灵堂自刎您的心酸里。江昭雪，你若是不想祭拜，现在就滚！祭拜，我当然要祭拜了。不过我在这祭拜的不是江渊，是我爹和我娘。江昭雪，你找死！你临安伯侯的位子难道不想要？江伯康，你没想到吧？你也会做。你个贱人，不要太嚣张！你现在不过依靠的是金阳狮子这棵大树，有朝一日，我江伯康一定将你碎尸万段，为我渊儿报仇。报仇？好啊，我江兆雪等着你。不过到时候谁先死还说不定呢。刚好这间灵堂可以再次用起来，我江兆雪在此为你举办葬礼。多福！我现在就要进宫密见太后娘娘，一定要杀了你这个贱人，为我渊儿报仇！是清楚了。世子，我知我是不是做错了？什么？为了报仇，我亲手害死了焦康。可是我爹娘生前最是冷傻，你说他们如果看我双手染了血，会不会对我失望？当元一事本就是他先害的人，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自保。皇上赐死，乃是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。雪儿，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念头通达。世子、夫人，陛下有请。臣参见陛下。臣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免礼吧，江公立已经去过临安伯府了吧？想必那江伯康也不敢为难。全赖陛下深恩。之前江渊陷害我时救我出江家，继而又把我升为上宫局公令。我们之间不必客气了，要是想谢，谢谢应寒才是。朕问你们，你们觉得这个值多少钱？一枚鸡蛋而已，不过3、4文钱罢了。是3、4文。坊市之中，小孩子都知道了价格。今日我问起上宫局的一名女官时，她就告诉我，采买这枚鸡蛋竟然需要10两银子。10两银子？这怎么可能？是啊，怎么可能呢？但这偏偏就成为可能。你来看看这个。这不是今年云县受灾的账目吗？我记得受灾范围很小，为何花费如此巨大？不仅是花费巨大，云县受灾时，朕还派应寒去调查。朝廷好不容易从库府中拨要的银两，根本没有送达到受灾老百姓手里。今岁陵阳受灾，的确如此。千里之堤，始于蚁穴。这帮人已经到了不得不处理的地步。据朕得到的消息，这笔银两似乎与上宫局和太后。
他们有什么目的，说不定。陛下，臣能做些什么吗？不仅是你，还有硬汉。朕希望你们能查清这些银两去向，把这些人连根拔起。这也是朕把你调入上宫局的目的。臣必竭力而为。你让哀家为江渊报仇？是的，太后娘娘，我家渊儿死得太惨了。江昭雪前去拜祭，竟以倒茶香挑衅，还请太后娘娘做主啊！放肆！你女儿办事不力，我未曾迁怒于你也就算了，你还敢让我给她报仇？太后娘娘明鉴，渊儿办事确实不力，可她对太后娘娘你可是忠心耿耿啊！忠心耿耿，如若真是忠心，怎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攀咬于我？母后何必如此动怒啊？要是为了这种废物伤了凤姐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见过三殿下。不必多礼，都起来吧。佳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依着母后的性子，要是儿臣再不来，怕是有人要因此丢了性命。你是来为江伯康求情？自然不是，儿臣啊是来探望母后的。母后母仪天下，权掌后宫，若是真气坏了身子，若说儿臣，这天下后宫怕是都要乱呀。就是能哄我开心。江伯康，地等凉，起来说话吧。绝王都为你求情了，还跪这儿爱什么意？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，谢三殿下。母后，儿臣知道您呢，因为江渊紧咬您的事不满，但是这江渊人都已经死了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江兆雪出任了上宫局的长史了。什么意思？上宫局管理钱财账目，沈章派江兆雪前来，绝非偶然。沈章必是为此事。他敢！上宫局不仅是咱娘俩的后庭，还有前朝很多官员卷入其中。他要是敢查账，就不怕动到了前朝。沈章看似羸弱，实则心性坚定，查账是必然。不过有一件事，母后您说的对，前朝不少官员都牵扯其中。若是此事利益得当，未必不能成为我们的一件助力啊。那一决的意思是，如此甚好，并不是叫那三人成为众矢之的。江伯康，你上前来，哀家有事儿交代你。我叫江兆雪，可能你们听过我的名字，也有可能没听过。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上宫局的长工了。是。副长史何在？长公，副长公出事了！快把副长史放下来，然后报备给宫里。真的是好手段！我刚进上宫局，准备查账，副长史自缢，这账本恐怕也被人动过手，把刀收起来。世子，自然是看我们长史辛苦，前来红袖添香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让后厨做了点莲子羹，喝点吧。红袖添香，你是说姑娘？那就青山添香呗。查的怎么样？其他的大小杂鱼倒是查到些，但是太后那边毫无动静。她似乎早就做好对人查账的准备。即便撕毁了账本，但是他们既然从前朝后宫谋取利益，必定会留下蛛丝马迹。先把这个账本递给陛下吧，处置不了太后，处置一些杂鱼也可。小心烫。好啊，100两一本的花，30两一块的木炭，朕的这些好臣子们，真是把朕的国库当成他们的银库了。臣认为实际采买价格应该没有如此夸张，应该是宫中有人从中拿取了价格。朕知道价格没有实际那么离谱，朕气的是朝廷这些大臣们知法犯法。来人！
属下在。把户部侍郎宋君如、工部尚书赵毅、少府少将李天安、中武将军赵天龙给叫过来，朕倒要看看他们是为什么贪污银两。等等，陛下，如兴师动众，恐引朝廷动荡。就算是朝廷动荡，朕也要把贪腐的这个毒瘤给除掉。还不快去！是。报，陛下，京兆府尹陆行云在家中自缢了。什么？乡长使，您的好友陆流云的父亲京兆府尹陆行云在家中自缢了，此乃陆行云的遗书。怎么会？刘云的父亲怎么会贪污？雪儿，这是不怪你。世子，我以后该怎么面对刘英？陆流营那边，我和你一块过去解释。英涵，你把江兆雪送回府里去吧。陆家那边，我想想怎么处理。臣先告退了。刘英，刘英，你疯了！我疯了！我陆流莹将江兆雪视作姐妹，没想到她竟然害死了我父亲。到底是我疯了，还是他疯了？害死你父亲的不是赵雪，是你父亲自己。从他开始伸手贪污时，就有东窗事发的时候。就算不是赵雪去查贪污，还有张兆雪、汪兆雪去查。我父亲死在任何人手上都行，但就是不能死在江兆雪手上，因为我是真的将江兆雪视作姐妹。刘英，对不起。从今日起，我陆流莹与你割袍断义，恩断义绝。沈章和顾英涵肯定没想到查我们的账，结果却是如此潦草的收场。是啊，臣听说陆行文害怕被查，自杀了。他的女儿陆流莹和江兆雪的关系不错。陆行文自缢后，陆流莹去找过江兆雪一回，之后江兆雪便一病不起了。一病不起？他死了才好呢！三番五次的坏我好事，这次也该让他吃吃苦头了。儿臣以为本次最大的收获是，今日早朝不少朝臣都请奏停止调查，更有甚者以辞官为威胁。沈章应该是不敢轻举了。不敢轻举妄动才好，他越不敢轻举妄动，我们准备的时间就越充足，这样我们成事的几率就更高。来人呐！奴婢在。通知内廷，今年哀家的寿宴要大办特办。别动，才刚好，起来干什么？我有点待不住，想去上宫去走走。可以啊，但是让我陪你一起去。听说真的不愧是好姐妹的父亲，也不知道怎么想。是。雪儿，不要在意那些人说的话。江导使恕罪，奴婢不是有意的。无妨，这是什么？太后寿宴将近，这是内廷采购的金册。采购？给我看看。下去吧。是。你可是发现了什么？太后掏空内廷阁的线索，仅凭一张金册。后宫采买大多注重品质，不会随意更换商铺。我发现所有的银两都流进了一个叫天玄商行的地方，而且价格高出市场价10几倍。天玄商行，这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呀？江伯康。江伯康？没错，天玄商行就是江伯康的商户。可是我在江家这么多年，没听说过江伯康名下有什么商户啊。朝中大臣表面上宣扬士农工商，实际上都暗自经营各自的商户，与民争利。陛下这些年有在暗中调查，只是苦于没有证据，加上太后撑腰，所以迟迟没有行动。看来这个天玄商行我们必须要走一趟。
里面有我们想要的线索。今夜我陪你一起去。这就是天玄商府的账房，看多少？今年哀家寿辰需要的东西都已经订好，等上公局采购金册送来，就一并送到你那里去采购。你还是按老规矩，把银钱送到老地方。是。不过太后，之前我们从宫中流出的银两数目很大，这次太后寿宴流走的银两可否减少一些？若是皇帝那边查出账目有……皇帝，哼，哀家这次寿辰办完，这些年从宫中流出的银两已经足够我们起事了。到时候坐在龙椅上的还不知道是哪个皇。也是，等皇帝退位，到那时别说是江兆雪这个贱人，就算是景阳世子在我面前也得伏地作响。到那时，我月儿的大仇也算是得报的。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好。参见太后，太后，这是今年的采购金单，请大长眼。太后，送金册的路上碰见江长史有看过金册。什么？我说金册江长史看过，我下午经过上公局的时候，恰巧碰到江长史和顾世子。糟了，太后，我们的账簿还在天玄商行啊！废物，还不快去拿！如果让江兆雪和顾英涵看见了，你人头落地！是，回来！太后，如果他们已经看见了，明白。告诉菊儿，让他去给我盯紧了。是。找到了。永嘉2年7月8日，从宫中得利黄米3万两，白米10万两。永嘉3年9月10日，从宫中得利黄米7万两。哼，这江伯康在宫中吃的可不少。前朝的贪官污吏将黄金比作黄米，白银比作白米，没想到江伯康和太后也如此行事。有了这本账本，不怕可别人。江长史和世子爷不请自来，是不是未免太不把江某人放眼里了？江伯康，好歹我也是你二叔，直呼二叔的名讳不太好吧？江兆雪，事到如今，我也就不再瞒你了。当年你爹的死确实与我有关，但他不是我杀的。我爹就是你杀的！别动！别动！要是再敢动一下，我立刻就杀了他。吴英涵，你以为我现在还会怕你吗？告诉你，现在我主3生，江兆雪是生是死，就在你的一念之间了。3、2，你等等！我答应你，我自己，你放了雪儿。还真是一对苦命的鸳鸯啊！那好，臣就在此恭送景阳世子上路。世子不要！别动！这都是你们逼我的，我的商行与你们何干？江伯康，你冷静下来想想，若我们2人都死在你手里，陛下会放我？你只是贪污罪，若世子替你求情，你尚有一条活路；若景阳世子死在这里，你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哼，你以为我会怕吗？只要杀了你们，就算我被关进天牢，天后娘娘她也会……雪儿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江伯康，都到这一步了，你还不说实话吗？没想到为他卖了一辈子的命，竟然死在他的手上。
江昭雪，你现在是不是很高兴啊？我只不过替你感到悲哀罢了。为我，你应该为你自己感到悲哀。真的以为父报仇了吗？不，你父亲真不是我杀的。不是，那是谁？害死了我女儿，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？我真的很记得见到你杀父仇人的样子。江伯康，江伯康，不是你，是雪儿，是。混账！短短数月时间，竟从天玄商行流出的白银赶上大业税收1年的总额，何其可恶！这么一大笔赃款，想必江伯康一个人一定吃不下，这朝中必有他的党羽。这帮人当初寒窗苦读的时候，为民奉命的那些初心都跑哪儿去了？查，给我好好查！是。传旨，江伯康贪赃枉法，从宫中摄取大量钱财，依大业律法废其爵位，把其尸首挂于菜市口，以儆效尤。只可惜江伯康一死，天玄商行的线索损失大。杀死他的人应该是太后之人，刺客那边线索怎么样了？参见皇上，世子妃，刺客带到。抓到时已服毒自尽。这是什么？他所用的兵器似乎为志士所造。你们2位的意思是，这是私笔啊？看样子，的确如此。这个太好，朕当初以为他只是养了一些自己的人，没想到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。只可惜江伯康已死，已死无对证。我看不至于，只要太后想谋反，一定能抓到把柄。江公令，此次虽然没有抓到太后的把柄，但是抓到了江伯康这条毒虫，此令有功啊！说吧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？为陛下分忧，臣女不敢领赏。你们2位都是朕的要臣，不必客气，想要什么直接讲便是。臣女的确有一事想请陛下恩典，但说无妨。江伯康的爵位虽已被陛下褫夺，可按照大业律法，若无人承袭，则会被朝廷收回。所以赵雪想请陛下等一等。祖制为了嘉奖女工，规定1品官令可以继承父爵。你是想继承你父亲的爵位是吗？正是。好，即便如此，那朕今天就封你为1品官令，再把你父亲的爵位授予你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这是为何？因为赵雪的功绩还不足以升到1品宫令，若殿下破格提升，则会引得天下人不美。陛下，要不将赵雪封为2品宫令，掌上仪、上药、上宫3，至于爵位嘛，等赵雪升为1品宫令再恢复也不迟啊。如此也好。谢陛下。江伯康已死，虽然不是死于你手，但也相当于你为你爹报了仇，怎么还是闷闷不乐啊？江伯康死之前说杀害我父亲的人不是他，我在想那会是谁？可能是江伯康深恨于你，故意在你心里埋下一颗钉子吧。江伯康将死之人，他不会的。好啦，你在这苦思冥想也没用，只会徒增劳累。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？你猜。坐。今日的饭菜都是我亲自下厨的，你尝尝。世子，你会做饭？就跟府里的厨子学了点呗。慢点儿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这是什么？你猜猜。这里面有糖梨的甜香，还有含血的清冽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
应该是糖梨煎选。这里面是不是还放了冰糖梅花？夫人猜的不错。好喝。这是传家玉镯，愿夫人生辰快乐。最近的事情一桩接一桩，我知道夫人心情不好，连自己的生辰都忘了吧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会一直对你好的。摸够了吧？我只是看你脸上有点东西，想帮你拿掉。你干什么啊？你想什么呢？我是想说，找个合适的时机向皇上请安，赐你为我的正妃。你知道的，我不在乎这些。可我喜欢你啊，不想让你受委屈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我心悦于你，若你想听，我便天天说你听。参见陛下。什么喜事这么高兴啊？这么明显吗？不妨让朕来猜猜。人生4大喜事3件不知，那就剩洞房花烛夜了吧？陛下整日为国事担心竭虑，臣的私事就不劳陛下费心了吧？看来朕是猜对了呀！你这是情场得意，官场一个小心眼。江伯康之死，这线索算是断了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？如今这个局面，双方已心知肚明，陛下觉得太后还坐得住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那笔银钱为太后所用，已昭然若揭，只是苦于我们没有证据。太后自然也知道这一点，她坐稳后宫，那笔银钱又用在了何处呢？是说沈爵？那笔银钱可以贿赂官员，也可以招兵买马，太后定在寻找时机起事而已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何不给他创造一个时机？陛下圣明。哦，对了，陛下，臣还有一事相求。何事啊？臣恳请陛下册封江兆雪为臣的世子妃。你这么郑重其事，朕还以为你有什么其他事呢。原来是这件事，你们俩也算是修成正果了。准了，吩咐下去吧，让宗人府好生办理吧。谢陛下圣恩。宗人府那边我已经派人去催了，他们说婚期最快也得2个月之后了。哪有你天天这样催的？刘莹，没事的，走吧。母后，母后气色子如此憔悴，那些太医怎么当得差？哀家这是心病，儿臣知道母后为何应喜。江伯康一死，我们的处境确实岌岌可危。只可恨顾影寒如今大权在握，有他在，皇宫固若金汤。若强行起事，只怕风险太大。那就想办法把他调离京城，最好是在外面把他解决掉。母后所言极是。还有江兆选那个小蹄子。镇长使我不好了，公安闹起了事，东川一群的队长是下杀。什么？穆总是他怎么样了？今儿早上见他都闷闷的，然后午后将用的膳食全吐了，不医治皇烧，说明不行。治疗11的方子研究的怎么样？由于时间紧迫，我们没有办法研究药方，只能是边走边看。但是只要能找到这些药，医生就有办法了。还好还好，我之前整理药库的时候，整理了很多罕见药材，这些基本上都有。不过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这方子里最重要的一味药，它一般生长于深山密林之中。这药其实并不稀有，只是没人知道它是药材。那这样，
我先派人去寻，若京城没有，就劳烦您把草药画出来，我带人去山中寻找。我让未央陪你去，以防万一。幕后，江兆雪研究出了治疗10亿的药方。什么？据说现在还差1个亿，他打算亲自去找，并且未见顾应。天赐良机，菊儿，你立马着人去追，一旦他找到草药，立刻灭口，药带回来。进展的怎样了？参见世子。世子，世子妃已经找到了草药，但他遭到了刺客的伏击，属下已经将他送回了府中。什么？接连半月的降雨，又逢隆冬，京城内外已经有数万百姓感染了疫病。你们内廷阁太医院可有想出好的解决办法？根据陛下旨意，所有医药监的女医和宫中太医已经连续一诊多日，可患病百姓太多，一针也只是杯水车薪，仍未见起色。正是让你们给出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。臣无能。皇上不必动怒，这上药局以前人才辈出，要是换了以前的话，这事儿早就解决了。可如今的上药局却如此无能，这情景陛下也有一定的责任呢。那依母后的意思，是有解决办法吧？那是自然。若陛下能把上药局重新归还到哀家手中，不出几日，便能拿出方子。太后未免言之过早了吧？顾应寒，陛下，江公令已经安排太医院和上药局议诊，根据典藏内集，已经研制出了治疗10亿的方案，臣特地送来。好，那赈灾的担子就交给你们手上了。陛下，江公令在寻找良药的途中遇到了刺客，受了伤。幸而在晕厥前找到了云剑草，刺客全部自尽，未留活口，还请陛下明鉴。不知此事母后是否知道？哀家久居深宫，从何而知？这京城能养得起死士的没有几个。既然母后不知，那朕就问问森皇几便是。此事与菊儿有何关系？只是例行询问，太后何必惊恐？这次算他命大，下次不知是否还有这等好运了。怎么样了？母后放心，那些死士都经过训练，不会留活口的。沈章又没有证据，能问出什么？真没想到，这么多顶尖的死士都被顾英寒轻松铲平了。那顾英寒的实力真的是深不可测呀！对了，您上次说要将顾应寒调离京城，儿臣已经有主意了。真的？既然他揽下赈灾之职，咱们何不将计就计，请君入瓮？陆长史，是来探望世子妃的吗？是，我。世子妃昏迷不醒，要不陆长史是否到前厅坐坐？雪儿怎么样了？大夫怎么说？那一剑幸好没有伤及心肺，所以性命大概无碍。只是世子妃流血过多，加上这2日连日劳累，所以才一直没有苏醒过来。我听说雪儿是为了给我找药才遭人伏击的。是有人要对付世子妃，至于找药，那只是巧合。希望陆长史不要太责怪自己。和与陆大人的事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希望陆长史早日回京。雪儿，你醒了，慢点儿。药找到了吗？云云怎么样？放心，药方很有效。女医传来消息说她醒了。雪儿，刘莹，你身子还没好，你怎么来了？雪儿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。其实我知道
我爹的事情不是你的错，但是我身为女儿，不能责怪我爹，只能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你的身上。我都这么对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你还一心想要救我。我问你啊，如果染病的是我，你会去寻阳吗？我们是朋友嘛，虽然我们之间会有争执，但是在生死之际，我们都会义无反顾的相救，对吗？10亿之事要尽快解决。参见陛下，参见世子。快请坐。谢陛下。京城10亿的控制，你与应寒功不可没呀。不过看样子，殿下和世子面色愁容，莫非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世子妃果然是聪明人。京城10亿刚平，义县又爆发了疫病，而且此病来势汹汹，一日之间波及了数十座村庄，就连镇的太医都被感染，现在落入了很难控制的地步。10亿药方无效吗？收效甚微。最棘手的是，有人趁10亿肆虐，借机生事，宣扬一些大逆不道之事，妄图动摇江山。看来是有人坐不住了。没错，他们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应该不只是为了传播一些无关痛痒的流言，可能还会另有图谋。陛下，您是想让世子去趟祁县吗？不错，朕知道你们夫妻情深，自然是有些舍不得。不过你放心，朕会派最好的太医跟随应寒，一定确保他安然无恙。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臣女明白。放心吧。现在天冷，记得多添点衣服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些药，这个呢是治伤寒的，这个是治跌打损伤的，还有这个是解毒的，一般的毒药都能解。这个是我亲手做的糕点，记得在路上吃。有世子妃真好。世子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我觉得这次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你放心，我会注意安全的。此次祁县10亿应该不是天灾，而是人祸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所以啊，你在京城乖乖等我回来，我会留下一批暗卫，保护你的安全。我在天子脚下，他们不敢造次。倒是你，此次前去凶多吉少，这些暗卫应该留下来保护你啊。你安全了，我才会后顾无忧。雪儿，刘言，你来啦！我早就找人备好了你爱吃的，等我看完这本账本，我们就去传膳。没事儿，你慢慢看，不着急。相国寺高僧法会是在先帝驾崩前的那一场吗？是啊，我们陛下不信法，所以还未曾举办过。水陆法会高僧24人，加上经文祭品，共支出3600两。不对啊，哪里不对？之前上仪局负责各位高僧的住所安排，所以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也看到过这场法会的记录。但是我记得高僧的人数是25人。你确定？对，25人，没错。那看来这场法会有蹊跷。这才几日，患病百姓竟有几千之数，几个村子的人就这么没了。据为病观察，2人病症可都是去发热的症状。内向，正是有内伤自己这个问题，所以导致太医前来救人的时候，对其实等你京城11之药治疗不好，所以自然收效甚微。病源查得如何了？最显然的，村庄就在河边，那里的村民饮水灌溉皆来自其河，所以臣前去调查了一番，发现水中无一活物。水变了人参，其河水有问题。如此费心设局，
看来这幕后之人是故意将我们引到祁县来的啊？是吗？江伯康已死，这赃款一直没有下落。若我猜的没错，这祁县就是他们藏污纳垢之处。世子，外面来了数十个蒙面者，像是私兵。也不知世子在外情况如何了。兄弟妃，大事不好了！祁县传来消息，世子在3日前续阁了。母后成了，真的，密探来报，顾应寒已死，祁县已尽在掌握之中，只待儿臣行号令，便可杀入京城，这天下已唾手可。只是我们现在出兵，师出无名啊！只要拿到沈章得位不正的证据，便可揭竿而起。沈章能坐稳皇位，靠的全是顾应寒。顾应寒已死，他家里不是还有一位？母后圣明。雪儿，你要振作起来，世子肯定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。世子？我大业哪还有什么世子呀？你来干什么？世子府新丧，本王身为三皇子，自然是来探望世子遗孀。用不着，你现在就出去。陆流莹，你身为罪臣之女，敢跟我这么说？来人，来拿下！放开刘莹！江兆雪，本王知道，你之所以入府为妾参选入廷，不过是为了拿回你爹的爵位。不过这些东西顾应寒能给你，本王自然也可以。所以三皇子前来是来给我指明一条生路的吗？自然，顾应寒已死，皇权式微，整个皇宫都在我与母后的掌控下。你既身负大才，何必明珠暗投，自毁前程？不如与本王合作，本王自会保你。如何合作？简单，只需在这上签字画押便可。沈章谋害先帝，得废不正，景阳世子顾应寒也有所参与。我如果签了，就证明世子谋反，那我身为他的妾室，还有活路吗？不过是金蝉脱壳。只要你助本王登上皇位，本王保证，这内廷阁必有你的一席之地。如何？我又如何得知？难道我说什么，天下人就信什么？本王既来找你，自然也备一切。到时你只需说这是在顾应寒书房中找到了便可。只要你交出这份证据，本王的人便会在前朝与你策应，证明沈章谋害先帝，篡改遗诏，谋得皇位。原来先帝驾崩前水陆反困，那个多出的僧人是你安排的？你怎会知道水陆反困的事？是你爹告诉我。爹？江兆雪，你现在是不是很高兴啊？我只不过替你感到悲哀罢了。为我，你应该为你自己感到悲哀。真的以为父报仇了吗？不，你父亲真不是我杀的。不是你，那是谁？害死了我女儿，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？我真的很期待一见到你杀父仇人的样子。是我爹告诉我的。江伯康临死之前也亲口告诉我。江伯康这个狗屁，靠！要我帮你可以，不过三皇子是不是也得拿出你的诚意来？毕竟我在这内廷阁站稳脚步，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的。你爹的事儿确实是你的。当年他无意撞破红衣，母后只好把给皇上准备的药也给他备了一盒，由江伯康下在了他的指示。
既你开口，本王便追封你爹为临安伯，世袭罔替由你承袭。如何？所以我爹是太后杀死的。杀！你弑父夺位，阴谋造反，还是太后合谋害死我爹？你觉得我会和你这种乱臣贼子合作吗？就算知道这一切有误，不妨告诉我，整个世子府都已在我的掌控之中，我大可以直接杀了你，再将书信藏于府中，命官兵找到便可。既然如此，三殿下还不动手？你既不打算合作，还问这么多干嘛？我当然是替世子问的呀，我就让你亲口说出这些，让世子将你绳之以法。顾应涵已经死了。谁说我死了？世子，吓坏了吧？顾应涵，不可能！你怎会死而复生？我如果不诈死，怎么让你放松警惕，让你上钩呢？你以为本世子那么傻，不知道饭菜里有毒啊？不可能！本王经营期限多年，怎会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的那些私兵早就被未央联络驻军秘密解决了，谁还会来给你传递消息？沈爵，事到如今还不打算束手就擒？沈章，都怪你！本王文韬武略哪一点输给你？凭什么？凭什么这皇位你做得我做不得？就凭你比我早出生几年？我不服！护驾！回去吧。陛下，沈爵兵败身死，大势已去，朕也不想背负上弑母的罪名，就让太后去留云烟，后半辈子青灯古佛，赎清罪孽了。你们二人许久未见，朕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四南阁公令江昭雪，温公茂著，既有才而行高，平三皇子反，实乃中颖之事。册为一品公令，既为临安伯遗孤，依律法承袭父爵，封江昭雪为临安伯，庆哉！多谢陛下。臣女领旨谢恩。快请起。临安伯，你可是当朝第一位女国爵，实乃开天辟地头一遭，咱家在这里恭喜吧。全赖陛下深恩。应该是朕要感谢你和应涵才是呢。江伯爵如今心愿已了，可以准备后日的大婚了。朕已将伯爵府重新修缮了番，算是赠予你们的新婚礼物了。谢陛下。